AI 对话购物来袭 ，Google 即将被颠覆，未来电商还会存在吗？嗨，我是电商托尼陈。电商情报站这个系列，我会比较深入的分析电商市场，然后讲一下我所看到的产业变化趋势或未来可能的发展。我的预估还算准所以已经印证了很多。我的预估不跟你讲什么10年、20年后的事情大概就是很快，大概明年或半年后就会看到的东西。我们上支影片讲了新手做电商，虾皮还是首选嘛？先说觉得是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这期我们来聊 AI 会改变消费者的购物体验那会改变营业，就我们这些卖家当家的经营的方式。我们之前有一集在讲电商巨头怎么用 AI 的我自己认为我那一集讲的蛮好的那蛮好看的，我自己看很多次主要是在讲说就 Amazon 企业是怎么把 AI 用在他们的工作之中。Amazon 都直接示范给你看了那个就是 AI 在电商里头的落地应用。那这次我们来讲消费者端上次那个是 B 端嘛这是 C 端，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的购物体验消费者，我们上班的时候我们是企业身份法人身份，那我们下班以后我们也是纯的一个消费者也就是说韭菜该被割我也是会被割就这样。那未来我们的购物体验会因为 AI 有什么剧烈的变化？我们先看一个新闻，来标题我念一下。ChatGPT 推出新功能，让懒人聪明购物，靠 AI 一键挑出最合适的商品。简单的说 ，ChatGPT 之前不是就说可以联网，然后你看它现在还宣布可以直接帮你推荐商品。我们先来看范例这个是我随便找的我就叫他帮我找台币5000可以买到的蓝牙耳机这样。好，来你看有没有很清楚？各厂牌的耳机价格、优缺点、防水等级都帮你列好，蛮专业的然后我们看这个资料来源，它是很针对性的去抓大型电商的平台的资料，我觉得它变成比价网站，你知道。然后各家的新闻稿会抓来参考，所以这个资料蛮就帮你做功课啦，购物的功课这样。然后再来第二个我就故意考它，我叫他推荐台币100块可以买到的蓝牙耳机，我没有要买我就看他怎么回答这一题嘛。那个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就100块蓝牙耳机这会不会危险会不会突然戴在耳朵然后爆掉之类的那你看他就写得很清楚只有虾皮跟夜市能买到，然后品质只算能出生能连线，稳定度跟寿命极端有限，讲得很客气就他说没有说你花100块买垃圾干嘛就这样。然后再来他就推荐我买贵一点的好歹你也用个200-300块的耳机。所以我说这个是蛮屌的，就是他这样一路这样子干下来，真的是会让很多导购的生意都不用做了。例如说 Google Ads 的广告，对不对？就这样那本来 Google 就在干预了嘛，那这个搜寻流量都被 ChatGPT 抢走。以前大家遇事不决问 Google 那 Google 变动词了帮 Google 一下可能我上周 Google 有说就这样现在遇事不决是问 ChatGPT而且现在模型好屌在我录这支的时候，现在 launch 预设那个 O3 就给你用就这样，所以很厉害真的很厉害。询问的流量就会被 ChatGPT 抢走嘛已经发生了嘛。至少我现在要讨论一些事情要查一些东西，或是直接问 ChatGPT 要查资料，我就是专业的搜寻我是用 Perplexity 那很少自己在那边就 Google 来 Google 去。所以本来做 SEO 这一块的业者就已经被 ChatGPT 咬走非常多了你说咬走多少 ？Google 本身是没有来公布，但是它风风火火的就跟着推出自己的 AI 叫 Gemini 嘛那双子座就知道它一定是有很剧烈的影响的，不然 Google 那么大牌呢之前一直藏着掖着，然后现在推出这个 ChatGPT 推出了推荐产品的功能，真的会打爆 Google 自己的布局就 Google 购物嘛，然后就 Google 广告嘛，你看就是你搜寻出来的这一大块的广告版位，营收成长多少？外媒是预估 A 值的营收的80%都是这种广告贡献的尤其是购物广告。那你是 Google， 你现在这个你赚钱的金鸡母被人家牵着走，你会不会跳脚？当然会然后还会打到谁？测评网站。这种网站的收入一般来说有2种，第一种就联盟行销就你看完那个测评之后，喜欢可以点下面资讯栏的连结对不对？那你就去点那个通常都有带分润，就是你如果真的花钱买了没有退货的话，他能拿到佣金不然人家干嘛那么辛苦去拍专业的测评好，就这样分润。第二种就是卖推荐的顺序，比方10大卫生纸推荐这个排名怎么排的？这你觉得这是依好用度来排吗？哪有？就业配嘛那业配的话，把他要业配的东西放在第2名，第1名是市场公认的第1名，这样就好了嘛好，专业测评网站也会很危险，因为如果今天消费者透过 ChatGPT 来找产品，
就是 ChatGPT 就是机器来爬资料就对了，然后再输出给消费者，所以会吃不太到广告的分润。那你说那个排序还是很重要，不一定因为 ChatGPT 不会只爬你的网站就算这个商品在你的测评文章里头排名第一，那它输出给消费者的时候，它也不会特别去把你的说法就完完整整的传达给消费者，它一定是什么综合3家5家，然后一起告诉消费者这样。那你怎么处理真的是蛮复杂蛮棘手的情况。我们再拉回来，也就是说 AI 搜寻再往下发展，本来很多靠自然流量在做生意的公司会变得很危险，因为来找它的自然流量已经都是 AI 了，已经都是机器人了，不是真实活人的消费者，就变成这样。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 AI 势必会颠覆搜寻引擎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为什么我会很有把握说这个未来的趋势就是这样，而不是以前大家在讲什么元宇宙，对不对 ？Facebook 还改名叫 Meta， 那现在好像也就搞了 LLM 大模型给大家用。那什么 NFT 那什么虚拟货币昙花一现的东西，现在还在跟你讲这些我未看先猜，十之八九就是要拉你投资。你看 Zuckerberg 之前为了宣示自己做元宇宙的决心，整个公司改做 Meta， 那这个你看他现在还有在讲现在还不是都在 AI 的这个巨轮上狂奔，就这样。我的看法是之前那些元宇宙 NFT 之类的确实是一个很屌的技术也不是骗人的东西，但是进入的门槛太高，就是说所谓的叫好不叫座就对了那现在 AI 很显然叫好又叫座，又例如说那个虚拟货币你现在叫你爸去买比特币你爸就说多少怎么卖他怎么去搞那个东西怎么搞交易所，怎么搞钱包就会花非常多的时间。但是你这样用 ChatGPT 会怎么样？没有难度我可以用嘴巴讲然后 ChatGPT 你可以开镜头给他看，叫他辨认什么东西，这东西怎么装这个东西是像我常常用它来问一些很奇怪的工具，像那个你做在用的工具，看没看过，直接说这东西是什么，它是什么用途，它就会告诉你了就是这样。用 GPT 它是自然语言的交互，就我们直接跟他讲就好了就会变得没有难度，没有难度就扩散非常的快。ChatGPT 已经是人类历史上扩散最快的产品就是1个月吧那就是超过3000万人次使用，这非常的夸张，没有产品这个渗透是这种速度的这就是 Sam Altman 厉害的地方。你看他推出 ChatGPT 的时候，他的包装是什么？这是顶级的 AI 技术，我们用那个神经网络，然后我们对抗训练。他讲这些吗？没有。你看他的包装是什么？他说有一个聊天机器人大家来跟他聊天。我靠聊天机器人，那些年薪这么高然后为公司卖命的那么久的学者在那边想论文想到白头的学者，要是你当初说把他们揪在一起，科学家跟他我们来做一个聊天机器人，你看他们会不会跟你？不会嘛，他们就说 AI， 可是对市场就要讲白话，聊天机器人大家都要跟他聊天降低使用的门槛。然后他为什么要开放语音聊天你看他 GPT-5 都讲多久了？本来说2024要推现在都2025了然后反而是语音聊天不断的改版你有用过他的语音聊天吗？我跟你说，你去用现在版本是很猛，你可以跟他对话，你可以插嘴，他就是及时的回应你这样。以前刚开始的时候，他那边你问一句，他那边转跑资料等个10几秒，现在马上回你，然后他还可以讲，就你插嘴，你打断他不然他热等嘛你可以插嘴，然后他插嘴完之后，他马上回应你这速度是真的很快。我不夸张的讲，他现在的聊天顺畅度就蛮流畅的，比一些就是一些像我会遇到的一些怪人讲话比他还要流畅，就这样。那我跟你讲你现在跟 ChatGPT 聊天用问的东西这也是电商流量的入口。比方说你可以问他超模糊的问题，像我刚才讲是蓝牙耳机，我还知道那东西叫蓝牙耳机，对不对？然后像那个我们很多装潢建材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真的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那我举个例子，你可以问他我看人家在用那个贴瓷砖的时候，在用一个让瓷砖的缝大小都一样的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在哪里买，对不对？你连商品的名字都没讲一样让他去判断，然后他就推荐给这要整频器那有分什么的，那你要什么的，就这样没有门槛的，你用讲的就好。你不用智慧型手机还在手写的，不用，以后不用手写，直接用问，直接用讲的，对不对？用语音那使用门槛超级降低，超级降低之后，使用者会超级的增多，就这样。那我们现在来讨论推荐产品这件事情推荐产品它偏偏又做的比其他人都好。例如我们刚才请他列出5000块的耳机，然后你还可以怎样？你可以向下问
像我就问他，那我要降噪强一点，收敛哦。那你看这个降噪强一点的体验，他就直接推结果给你，是不是胜过你去爬很多文做很多功课，对不对？你一定也有去看过那种什么10大耳机推荐嘛？看完之后是不是约等于没看？讲很多有的没的，然后很专业名词你还是不知道怎么选哦。原因就是说，这测评网站的经营的方式，它不能直接把产品打分嘛。哦，那打分的话，你是要怎样得罪潜在的客户哦？你今天评 A 产品B、C 产品可能看你讲的好，他也会来投你的业配就这样。测评网站为了维持公利又公正，通常怎样一碗水端平就这样，结果变成说，我靠，那10大耳机推荐我也看了10个所以我到底应该买哪一个比较好？然后搞来搞去还不是推最便宜的就会变成这样AI 会怎么样 ？AI 根本不怕得罪人，完全不怕，他就直接推荐好了有什么不清不楚的地方就问他，他就继续回答。这种体验就比你自己在那边到处爬文到处逛，最后随便买一个还要好很多。这就是我在强调搜寻的体验会更好然后更没有使用上的障碍。再来，你要知道未来的购物体验会长什么样子那接下来我们来聊未来我们会怎么买东西，这个就是闲聊咯。因为我也不是 AI 领域的专家我们只是工作上有一些讨论跟你分享。以刚才讲的这个 OpenAI 推出的购物功能来说，其实对整个购物体验影响是小的，因为消费者还是怎样，还是要去网站上购买。如果说未来会有真的很重大影响的我认为 Amazon 推出的这个 AI Agent 影响还更大。我们以前做的网站界面，就是消费者觉得好看就好，未来要怎样？未来要调整到让 AI Agent 好爬资料才 OK 不然你根本不会出现在它的推荐里面。这个光想就觉得很累。那真的会颠覆购物体验是什么时候？就是当 AI 智慧眼镜落地的时候AI 智慧眼镜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 Zuckerberg 现在在力推的这只眼镜这跟 VR 头盔不一样现在 Apple 你看这个 VR 头盔太贵了史上最强产品，可是以销量来说可能是最失败的产品那这个 AI 智慧眼镜是 Meta 现在在认真做的东西，台湾比较少讨论这个，因为台湾现在也不好买$299使用的场景目前还是袅袅的就是录影拍照听音乐大概就是这样。那 Zuckerberg 在今年第1季的电话会议里面也讲了，他未来要把这个智慧眼镜加上 AI， 然后实现让 AI 看到真实的世界。好，这是一个厉害的事情它就会变怎样？就钢铁人你知道会跟那个 Tony Stark 对话的那个 AI Jarvis 贾维斯那就是未来 AI 眼镜会来扮演的角色。AI 眼镜我讲几个使用场景给你，方便理解这个 AI 眼镜我们就叫它贾维斯好了第一个是你在街上乱逛，看到某一个女生穿的裙子漂亮叫她拍照存档叫她搜她 IG， 就这样第二个场景，你在路上晃，然后看到家乐福，想到好像要补个货，那你就问说那冰箱现在有什么东西，他就会去调之前的录影，最近开冰箱的记录，然后图像辨识里面缺什么东西，然后来告诉你，就这样第三个场景，你下班回家以后，门一打开，老婆跟你说结婚纪念日她已经准备好你的礼物，好期待你的礼物，然后问你说你订了哪间餐厅请问大侠你这时候怎么应对？你根本忘了没关系，这时候你就跑去上厕所装肚子痛，就在那边讲想吃哪间餐厅，想要什么礼物，马上订产品，然后 Uber 马上去买，然后怎样怎样的，都用这个东西去处理就好。眼镜的交互会比手机打字门槛还要更低就对了就这样，因为你戴着眼镜你直接用讲的嘛那讲的话就连打字这个东西都省了，这个使用者会在大大的提高，只要这个终端的设备能够往下降价，使用的人还不够多了。你看现在$299，像我妈绝对不会买那如果挖掘出商业的潜力，以后这个眼镜送你都行，对不对？你会用了眼镜之后开启很多的消费，就是这样把基础的道具布给大家，就 freemium 模式，我送你东西你还用，用久了以后我可以从别的地方赚到更多的钱，未来的购物体验就会长这样这么丝滑。然后现在在往这个方向前进的人Zuckerberg 就 Meta 老板什么蜥蜴人那个他拥有最强的社群平台跟广告数据你觉得他搞得起来吗？我个人认为他有机会，因为他同时掌握了软体、硬体跟 AI， 而且他目前都做到顶尖。你看 ChatGPT 它没有硬体那你看 Google 的话 AI 就输人家一截Gemini 就输人家一截，每次都在讲什么什么工程师的写程式的能力这支 AI 有多强有多强，就不是嘛就是消费者才会花钱嘛，那个工程师在那边斤斤计较
那就 Google 的硬体也有，但是以赛道上现在看起来Meta 感觉机会多一点。然后 Apple 的软硬体很强，但是现在 AI 被打假的就是什么 Siri 不是人工智慧因为根本人工智障然后传闻中的 Apple Intelligence 那个台湾现在也还不算能用，你要把使用地要改成美国，什么有的没的还要再等那我个人认为目前在 AI 的市场尤其是在电商消费布局上走的最前面的，除了 ChatGPT 以外，接下来应该就是这个 Mark Zuckerberg。那他如果他的眼镜生产的好，布出去，他应该是不会想要用 OpenAI 的产品吧？他应该是用他自己开发出来的产品吧，来回答你生活上的大大小小的问题。我的判断是长这样讲八卦所以宇宙的尽头是哪边？宇宙的尽头是另一个宇宙，然后流量的尽头是电商，是不是？什么任何东西流量做起来，这个电商就要进来了。什么宇宙尽头就是带货，对不对？你不红就算了，你红了就叫你带货带货直接赚到钱真金白银就赚到钱，而且变现速度超级快，连这种人类古往今来最高科技也在那边电商导购真的是不是很懂我个人认为说，那电商导购很麻烦我们现在有 SEO， 我们要什么？那未来关于这个 AI 的行销，我们要怎么做？我现在测过了就是说 AI 它确实不是说你在问什么蓝牙耳机排行然后它就是帮你把 Google 的第1名爬到第10名，没有。我说真的，我不知道它的资料从哪里抓来的，要用什么关键字还是出现在前面。也就是说 AI 它自己有一个判断的标准怎么办？你接下来是要逼大家去研究 AI SEO 这种东西AI 的机制上就是黑盒子了，这个创作者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说这个 AI 是为什么会输入 A 为什么得出 B， 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你现在还去搞 AI SEO 很难对，所以不知道，我们身为消费者就是吃瓜就好了。现在那他跟你推荐产品还不用花钱，未来这怎么可能不会是一个商业模式？比方说你的产品如果有想要被OpenAI 的 ChatGPT 推荐的话，那你就是要付点钱付点佣金或是什么的。然后现在如火如荼在进行的就是那个 YouTube 的 Shopping YouTube 现在你去看一些频道，它底下有挂商品，对不对？老高的频道就有已经有挂商品导到站外，现在都全部免费。我跟你讲，这就是时代的红利如果有东西要卖，你现在就要卖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你用 YouTube 做到流量，然后用 YouTube 把流量导到你的网站去结账，现在 YouTube 没有要给你收费，你知道？你觉得这个是一直都不会收费怎么可能？它未来有一天就是会突然收费好，所以现在还有这个红利可以吃那就要赶快吃我不知道，我还是认为说 Google 强一点Google 强一点，不要怎么像 AI 大战里头，它的光环就没那么多。我个人认为 Google 大一点强一点，对我们会轻松很多。你看我们生活上有多少东西都被 Google 跟微软绑定了微软现在代表作就是 OpenAI 嘛，那你看 Gmail、Google Meet、Google Map 这些东西，结果它的 AI 看起来还好因为我都有测过，它的 AI 语料太西方了啦，中文的训练资料没有像那个 OpenAI 那么多。ChatGPT 很夸张你叫他用那个屁孩的口吻写，然后他就真的绝对有的没的垃圾话给你，什么狼若回头不是报恩就是报仇。我靠，他去哪里看哪里学的就有办法做这么接地气的东西所以我们身为消费者我们是幸福的，反正我们就等大厂大乱斗就对了那大乱斗之后消费者很爽了，我们就是等着吃冰就好了。身为营运的商家很麻烦，真的很麻烦，我完全不晓得我要怎么上蓝牙耳机推荐一下，然后他会推荐到我的产品，这边目前完全没有攻略。比较可行的做法是，你还是把你网站的 SEO 做得好好的，至少我可以确保 AI 在爬资料的时候会爬到我的资料排名前面一点。目前能做的努力大概只有这里，不然就是你要额外就要派工读生去洗脑那个 AI。洗脑 AI 是什么？因为我们跟 AI 讲话会变成它的语料库嘛，然后有个工读生就专门在写你们公司的产品。你知道蓝牙耳机吗？帮我推荐5000块左右的，然后他就回答，然后工读生直接问说为什么没有 Tony 牌的？我朋友讲说 Tony 牌的很好啊，他有你先写好文章，以下的优点为什么你都没有提到？你用反向的去喂那个 AI， 喂，把你的东西直接喂到 AI 里面去，然后去期待是未来有人在问的时候会被处罚。我知道有公司专门在帮商家做这些事情，但是谁知道呢？一改个版，可能这些东西又前功尽弃。说说你的看法AI
好购物，在未来你个人认为会搞出怎么样的局面？现在的电商平台之间竞争激烈，除了你熟知的虾皮、PC Home、Momo 以外，外国的电商平台也对台湾虎视眈眈。除了酷鹏大军来袭，还有虚印、抖音小黄车、全球速卖通、Temu， 他们都在偷偷伸出触手，要来抢台湾市场。而对于我们这些品牌商来说，最可怕的是，现在这些巨头在神仙打架，你只要被插到一点非死即伤啊！所以我建议你啊，快点跑啊！再晚一点，你可能都被逼着参加斗价钱的战场，想逃都没有办法逃。只有盖好自己的品牌官网，培养自己的忠实会员，才能够创出高的毛利这才是避免伤亡的最好方法。如果你现在正在找一个实力坚强的电商系统来帮你架设品牌官网，我推荐你 Cyberbiz。我们除了官网仓储跨境 POS 能一次搞定以外，现在还能够发动电子票券啊，或是30分钟机车快速到货，让消费者更难抗拒你的行销活动。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大品牌都喜欢配合我们 Cyberbiz 电商系统的原因。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那你就填写资讯栏的连结。那填完资料以后，我的同事会跟你联系，电商相关的问题应该都回答得出来，因为我们经验蛮丰富的。最后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更多电商资讯给你。我是电商通灵城，我们下集影片再见。